Hello， 大家周末愉快！好久没有分享中式糕点了，那今天分享一个老爷子特别拿手的花生类的糕点，名字是自己取的，叫雪花花生酥，也是通过多年积累的经验做的这款糕点，味道是非常的棒，口感香酥，做法也不是特别难，就是工序多了一点，所以这种手工糕点现在已经不好买到了。那接着话不多说，就把这款雪花花生酥的制作方法分享给大家。今天用传统的苏式糕点的制作方法来制作，首先准备油面和油酥，150克的中筋面粉，也是家里最常用的面粉，加入30克的奶粉，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加入30克的食用油，接着加入80克的热水，把水烧开，简单一放，水温大概在90度左右，水比较热，先用筷子简单的搅拌一下。这种酥皮的糕点现在也比较流行用黄油，但是黄油太香了，会遮住花生的味道，所以这款糕点不建议用黄油。材料不烫手就下手来揉，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即可。好了，面团和好以后，就来制作少许的油酥。15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70克的食用油，揉成一个团就行。如果是用固体的油脂，现在天气比较冷，揉出来会比较干，制作之前再用手揉一会儿就行。油酥油面都准备好之后，就放在盆子里，盖上盖子或者是包起来，放在一旁松弛30分钟。趁着松弛的时间来制作花生馅料。准备250克的花生铺在烤盘上，把烤箱预热到上下都是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，把花生烤熟。怎么去判断花生熟没熟？花生的皮微微有一点开裂就是烤好了。花生不需要烤得太老，一会儿制作的时候是连着花生皮一块来制作的。花生烤好之后简单一放，放到差不多快凉了，就加入到料理机或者是破壁机里。接着把花生打碎，我们制作为了省事儿，是直接带着花生皮打的，也可以把花生皮去掉，但是比较麻烦一些。花生也不要打得太碎，不然就出油了，打成比较细的颗粒，这样吃起来口感也比较好。花生碎放在一旁，接着取来一个碗，加入1个鸡蛋，再加入60克的白砂糖，糖的分量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调整。50克的食用油，同样用味道比较小的。然后把这份材料混合均匀，大概混合2到3分钟吧，混合到白糖融化，油水混合就行。接下来再添加1克的小苏打，1克的泡打粉，材料再简单的混合1分钟左右就行。这份材料混合均匀之后，就把花生碎加进去。用工具先简单的把材料搅拌一下，看一看材料的粘稠度，然后根据粘稠度加入少许的熟面粉，预计是加入80克左右，然后就不断的翻拌材料。熟面粉就是普通的面粉，平铺在烤盘上，放进烤箱，上下火180度烤至微微发黄，或者是用炒锅小火炒至微微发黄。今年中秋节做5仁月饼也展示过，非常的简单。准备好的面粉分2到3次添加，以免全部倒进去不好处理。材料不断的翻拌，把面粉翻拌均匀，翻拌到看上去比较松散，但是用手一攥还能成团就行了。接着就把这份材料分成30克1个的馅料，最后是分了17个出来。如果自己在家做，大小就无所谓了，我们这是为了拍视频做出来好看，所以特意的称了一下。馅料准备好之后，就把油酥和油面取过来，全部分成4等份儿，然后把1块油酥包在1块油面里，案板上再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接下来开酥。之前也是分享过很多口味的中式糕点的做法了，
把包好酥的面团包孔冲上，用手轻轻一按，然后用擀面杖擀扁，擀到比手掌大一点吧，然后就叠起来，再重复一遍。接下来就再重复一遍，这是第2遍了。擀的时候为了防止破酥，中途可以撒一些干面粉。最后一次就不要叠起来了，我们把面皮卷起来。接着把面皮分成6个小剂子，这种方法也算是大包酥吧，制作出来的糕点成型好看，不易掉皮。接着把小剂子擀成中间厚两边薄，然后包入1个馅料。今天制作的这款糕点面皮剩了有1/4，大概6、7个吧，所以我们可以提前准备点豆沙，最后补几个豆沙的。包好之后，用刀具轻轻的一按，然后在表面划上一个米字的划痕。划上划痕之后，用刀具稍微使一点劲儿按压一下，这样就制作好了。全部制作好之后，在表面蘸上一层比较细的釉砂糖，然后就可以送入烤箱了。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上火预热到160度，下火预热到160度，放在烤箱的中层烤18到20分钟。这款糕点是白皮的，所以在烤的时候就多仔细观察。这款花生酥烤好之后凉透了来吃，口感非常的好，口口掉渣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而且花生做的美食我都特别喜欢吃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。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可以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这期中式的花生酥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